中文的一个音节通常包含3个部分，我们以爸为例子，有声母、韵母，还有声调。我们把声调放在韵母上。现在我们来学6个单韵母。第一个发音是啊，想象你在看牙医，把你的嘴巴张到最大，舌头自然平放，不要用力。你的下巴应该要掉下来，喉咙要完全打开，发出的声音要比较长，而且要比较稳，像是在感叹的样子。啊，下一个发音是哦，想象你的嘴巴里面有一颗蛋，让嘴唇保持圆圆的状态，只要留一个小孔，大概是能够塞进1根手指的大小。哦，想象一下有一个你不太熟的朋友开了一个不太好笑的玩笑，你对他露出一个尴尬的微笑，像这样，呵，对，这个就是你发的嘴型。这个发音的舌头跟刚才的哦一样，请你用力的把舌根往后缩，然后把你的口型强行变成刚才那个尬笑的嘴型。舌头往后缩，好，来，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夸张的微笑，像这样，把你的嘴角用力的往耳朵的方向拉，然后上下的牙齿轻轻合拢，但是不要咬死，然后抬高你的舌头，舌头的表面要提高，几乎要贴到你的上颚，上颚就是这里。看到这只金鱼了吗？对，你的嘴巴要跟它一样圆，撅起你的嘴巴，要用力一点，想象你的嘴巴可以夹住一支笔。好，再来舌头后缩，把口腔后面的地方堵住。好，再来是一个比较难的发音，还记得一吧？我们先来发一的声音，一，然后锁住你的舌头，不要让你的舌头位置跑掉。再来撅起你的嘴巴，跟那只金鱼一样，千万不要让你的舌头跑掉，要保持后缩的状态。每一个中文音节都有声调，中文里面有4个声调，我们叫它1声、2声、3声和4声。声调在汉语里面非常重要，相同的声母、韵母搭配不同的声调，就会有不一样的意思。看到左边那把直尺了吗？这边有5个刻度，代表不同的音高。如果你学过音乐，你可以把这些音高想象成哆来咪发嗦，每一个人的音域都不一样，你不需要把声音压得跟我一样低，或提得一样高，只要在你的音域范围内做出高低区别，那就是标准的声调了。我们以啊为例，感受一下4声吧。啊啊啊啊！我们先来看1声，想象你是一个牙医诊所里的病人，医生叫你张开嘴巴，啊，对，这个就是1声的声音。写1声的时候，我们在韵母上面画一条横线，1声是一个高高平平的声音，在图上可以看到是从5开始，5结束，所以不可以让你的音高降下来，从头到尾的声音都要一样高。再来是2声，想象你有一个疑问，对，这个就是2声的声音。写2声的时候，要在韵母上面画一条往右上的线。2声的音高从3开始，5结束，是一个往上的声音。很多人发这个发音的时候，一开始声音都不够低，所以声音的高低没做出来。再来是3声，写3声的时候，要在韵母上面画一个小勾勾。3声的音高从2开始，再来下降到1，然后再往上升到4。发音的重点在那个1，也就是这个声音。完整的发音是214但注意一下，母语者很少把这个发音发完，在90%的发音中都只会发21在写4声的时候，要在韵母上面画一条往右下的线。想象一下，你要吓人，你要发出什么声音？哈，对，这个就是4声的声音。大家听过乌鸦的叫声吗？我觉得这个也蛮像4声的声音的。音高从最高的5开始，
到一结束啊。大家在学中文的时候，应该会听到很多不一样的名词。首先，在台湾，我们会称这个语言是国语，强调这个语言是国家的语言。这是我们小时候用的国语课本，还有词典里面会看到的名称。不过，如果你到了新加坡或马来西亚，当地会称这个语言为华语，意思是华人的语言。有趣的是，如果你在台湾学中文的话，你会发现你的语言中心大部分都叫华语中心。那台湾的中文跟中国的中文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在中国会称这个语言是普通话，意思是普遍通用的语言，并以北京发音作为标准。除了名称不同，文字系统也不太一样哦。在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主要会使用繁体中文。目前繁体中文主要通用于台湾、香港跟澳门。繁体中文完整的保留了比较完整的文字造字演变。学会了繁体字之后，你就比较容易看懂古代的文献。简体中文目前用于中国、马来西亚和新加坡，笔画较少，比较容易书写。如果你在台湾的话，你可能会发现你的台湾朋友可能完全不会你学过的拼音系统，这是因为我们从小就使用台湾特有的标音系统，叫做注音符号，也就是 ㄅ、ㄆ、ㄇ。台湾小孩在学写字以前都会使用 ㄅ、ㄇ 学习，而不是罗马字母。最后，在台湾其实有非常丰富的语言环境，除了中文，你可能还会听到很多其他的语言，像是台语、客语，还有台湾原住民使用的原住民语等等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，拜拜。